最近，乌克兰空军上传了一段使用炸弹精准摧毁瓦格纳指挥所的视频。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多栋地面建筑，直接摧毁了瓦格纳雇佣兵的指挥部，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之所以乌军能够如此精准地命中目标，是因为使用了美军的 JDAM 炸弹。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这款美军的堡垒终结者，它的到来是否会对当前的战局造成哪些影响？咱们接着往下看。对于美国的军援武器，想必各位也都看出规律了。每当乌军失利或者需要进行反攻之时呢，美国便会立刻援助一些最适合前线战局的武器装备。无论是此前的标枪反坦克导弹，还是后来的反辐射导弹，都对俄军造成了重大打击。如今，随着瓦格纳三面包围巴赫穆特，乌军陷入困难之际，美国于近期宣布向乌提供 JDAM-ER 精确制导炸弹。JDAM 是由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和空军联合研发的一种空投炸弹配件，装在由飞机释放的传统炸弹上，将本来无控的传统航空炸弹转变为可控，并能在恶劣气象条件下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弹药的制导功能是由炸弹尾翼控制附件以及全球定位系统或惯性导航系统提供的。它可以与美国的 B-2 轰炸机等多种军用飞机的火控系统相容，而装配了 JDAM 的炸弹重量一般在227到907公斤之间。如今该款炸弹已经成为了美国军队最常用的对地攻击武器，廉价、精准、高效是它的特点，并且它还有昼夜、全天候、防区外、投放后不管多目标攻击能力。这款武器进入乌克兰战场，对于俄军来说，要比此前的海马斯更加致命。与常规炸弹相比 ，JDAM 有很多的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该炸弹因为使用了惯性导航系统以及 GPS 接收器，具有极其精准的命中率和发射后不管的能力。据了解 ，JDAM 炸弹的原型误差概率仅为10米。这意味着炸弹有50%的机会在距离目标10米以内命中目标。这种高精度使得 JDAM 成为对静止和移动目标都有效的武器，而后者的射后不管功能呢就更强了。这意味着不需要飞行员驾驶战机直接飞越目标上空，只需要朝着目标区域投弹就可以了。因为往目标区域投炸弹以后呢， JDAM 就可以依靠 GPS、INS 带来的优异制导能力，瞄准、锁定和攻击目标，最后完成任务。然而更加恐怖的是 JDAM 炸弹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基本是不受天气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便当天有雨雪雾霾，炸弹依旧能够精准地打击到敌人。这个优势不仅提高了炸弹的精准度，更大大提高了载机和飞行员的生存能力。在弹药方面，JDAM 联合攻击弹药一般有 GBU-39、GBU-38、GBU-32 和 GBU-31 这4种规格。早期型号的 JDAM 联合攻击弹药射程是只有15公里左右，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则是最新增程版本，射程高达70公里，射程以及精度足以媲美海马斯卫星制导火箭弹，但是造价呢相对要低得多。据了解 ，JDAM 联合攻击弹药造价在3万美元左右，而海马斯卫星制导火箭弹的造价高达15万美元以上。美军 JDAM 联合攻击弹药库存充足，完全能够满足乌克兰空军的需求。不过呢，想要装备这款炸弹，乌克兰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载机平台需要经过整合改装。这一点呢，从理论上来说，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大兵认为，在美国公开向乌援助 JDAM 的时候，这种技术整合工作应该是都已经完成了。这一点呢，从美国向乌军援助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事件就可以确认了。那么对巴赫穆特有何影响？有了这款武器的乌克兰空军将会对前线俄军的防御工事造成致命打击，因为 JDAM-ER 主要是由作战飞机投掷的。乌克兰空军现役的有少量的米格和苏式战斗机，在美国的改装下可以具备携带该型炸弹的能力。在由作战飞机投掷的情况下呢，炸弹能够持续追踪打击目标，直至击中，也就是具备发射后不管能力。同时呢，当乌军战机使用这种袭击方法，还可以有效地规避被俄军防空系统探测拦截。
卢军、俄乌两军呢，都在巴赫穆特前线修筑了大量的堑壕、工事、堡垒、掩体等。为了有效地打击乌军掩体，俄军直接从武器库中拉出了苏联时期的重型航弹进行轰炸，而乌军缺乏相对应的武器。虽然有打得很准的海马斯，但其毕竟呢是火箭弹，对坚固工事的破坏程度是有限的。这次美国援乌的 GDAM-1R 可以有效地破坏俄军的攻势，有望帮助乌军获得优势。同时，该款武器的到来还能够逆转俄乌两国的空中优势。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呢，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都占据着微弱的空中优势。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总数4000架各型战机的俄空天军却极少出动支援俄军作战。有数据显示，在作战高峰时期，俄罗斯空天军每天出动200架次支援俄军，但大多数时候，俄罗斯空天军一天能出动上百架次战机已经是极为罕见了。在去年6月份，美国向乌克兰秘密提供了哈姆反辐射导弹之后，俄军部署在前线的防空系统就被压制了，给了乌克兰空军一定的发挥机会。但是乌克兰空军可用的战机是不超过50架，大都是老旧机型。即便如此，俄空天军如此打酱油，乌克兰空军其实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然而呢，超低空贴脸投掷铁炸弹效率太低，危险系数很高。乌克兰空军并不想浪费宝贵的战机，但是随着 GDAM 联合攻击弹药的到来，俄乌双方的空中态势也将迎来改变。乌克兰空军战机可以在70公里外的安全区域发射 GDAM， 无论是打击俄罗斯后方的火炮阵地还是补给，都是稳赚不亏的买卖。另外，根据美联社报道，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官员正在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他们表示，作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已经准备好向基辅提供苏联制造的米格29。据统计，两国总计将向乌克兰提供40架米格29。其中呢，波兰准备提供现役的29架，斯洛伐克则是提供去年夏天退役的11架。除此之外呢，两国总统还打算联合其他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有了这些武器的支持，乌克兰坚守巴赫穆特的执念会更加坚定。根据乌媒体3月10号的报道，此前部署在恰索夫亚尔的乌克兰陆军部队和装甲设备正在被重新部署到巴赫穆特前线。大约5个旅的乌克兰陆军部队在巴赫穆特西部和巴赫穆特卡河以西的城区展开部署，准备和俄军进行最后的巴赫穆特决战。乌克兰军方人士透露，经过整编的5个陆军旅，每个旅约有12000人，相当于2.5到3个普通旅级作战单位的编制规模，在整体实力和战场指挥方面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现在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国民警卫队和陆军精锐部队都在往巴赫穆特方向集中。而作为进攻一方的瓦格纳集团军，目前呢大约有3万作战人员。从兵力对比来看，乌克兰明显占据优势。但是从战场火力打击能力来看呢，瓦格纳部队的弹药供应以及空中支援依然是要优于乌克兰的。乌克兰军方也承认，他们正在经历炮弹短缺的困扰。每天的炮弹使用量不及俄罗斯军队的1/4，因为乌克兰炮兵被限制使用炮弹，以至于无法给前线的乌克兰防御部队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除了北约的苏制炮弹库存见底之外，俄军此前破坏的运输线也严重影响了乌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因此，大兵猜测，北约下一步应该会援乌更多的北约火炮和炮弹，以此来抹平乌军的劣势。而除了美国援助外呢，乌克兰本国的军工企业也宣布了好消息。多家乌克兰媒体宣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正式装备射程达500公里的游隼导弹。据了解，该导弹弹头为420公斤，发射准备时间仅2到20分钟，原概率误差5到15米，性能是非常不错的。而这个射程距离呢，可以让乌军将克里米亚大桥和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大家都知道，此前乌克兰可以使用的远程导弹，那只有老旧的原点 U 一种。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原点导弹的库存也开始见底了。这次有了游隼的加入，也让乌军有了更多回击的手段。游隼战术导弹系统是由南方机械制造厂研制，早在2011年就应该服役了。不过呢，因为资金不足，导致服役时间一再延迟。之后呢，该导弹由于受到沙特的青睐，导弹呢在2013年8月底重启，并且改名为雷霆2战术导弹系统。如今战场急需，
在北约的资金援助下，这款导弹可以快速的装备成军，形成战斗力，这对乌军来说是雪中送炭的。至于该导弹的生产问题，可以交由周边的邻居帮忙解决嘛。此前，乌周边的几个东欧国家就开辟了苏制武器弹药生产线，为乌克兰提供弹药武器。乌克兰同样也可以将研发的有损导弹在这些国家生产，而且相较于美国，这些国家呢在援乌方面不会像拜登政府那样对远程武器方面有诸多犹豫。一旦这款导弹形成战斗力，很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反攻中亮相。另外，乌克兰的 Aerodrone 公司的攻击无人机已经得到证实，并且和乌克兰国防部签署了供应合同。该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能够打击覆盖俄罗斯欧洲部分任何地点的攻击无人机。其2款无人机呢，分别为载荷80公斤的 D80 探索号和载荷300公斤的 E300 企业号。该公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人机自主飞行的基本航程超过了1000公里，但升级后的无人机将能够覆盖3倍的航程。如果你安装一个350升的油箱，那么距离甚至可以增加到3100公里。如果这个数据属实的话，那么 Aerodrone 无人机可以覆盖从基辅到鄂木斯克的距离。如果这样一架无人机从哈尔科夫发射，它能够飞到新西伯利亚郊区，并且有很大余地伸向俄罗斯最大的北极港口之一摩尔曼斯克。这让大兵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在几个月前，每当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本土的空军基地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呢，俄罗斯都将基地内的战机、轰炸机迅速转移到更远的距离。比如此前恩格斯空军基地爆炸后，那些俄空天军的轰炸机都纷纷转移到了远东地区。如果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真的能够打击到3100公里的距离，也不知道俄空天军的轰炸机要跑多远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此外，还有消息称，五角大楼正在研究如何让乌空军的米格29获得发射美制 AIM-120中距空导弹的能力，从而减少与俄罗斯战机的差距。在战场上，俄罗斯战斗机发射的 R77中距弹和 R37M 远程空导弹比乌克兰战斗机发射的 R27半主动中距弹至少先进了一代，使得乌克兰战斗机在空战中十分被动。如果乌军能够获得 AIM-120的加持，就有更大的优势与俄战机进行空战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